最近一段时间可以看到，美国不但自己在针对中国，还企图联合中国周边国家一起针对孤立中国。美国的手法让人再熟悉不过，美国就是这样对付俄罗斯的。如今美国又想用同样的招数来对付中国。最近美国的一个举动说明亚洲版北约可能要初步形成了。11月3号，美日印澳4国共同参与的海上联合军事演习马拉巴尔正式开幕。此次演习被认为是美日印澳4国在军事合作上走出的重要一步。印度媒体和日本媒体都对这次4国海上联合演习进行了大量的报道。据称，这是自2007年后美日印澳首次同时派出军舰参与演习。报道称，马拉巴尔演习分成2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在11月3号至6号进行，演习地点在孟加拉湾；演习第2阶段是在阿拉伯海进行，时间是11月17号至20号。此次4国演习之所以能引起关注，很大一部分原因可能与中国有关。日媒更是大言不惭地表示，演习的目的就是为了制约中国。但美日印澳4国想制约中国可没有想得那么容易。首先说澳大利亚，作为美国的忠实盟友，澳大利亚可谓是事事紧跟美国，在针对中国方面就更是如此。但澳大利亚最近可以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还没等澳大利亚对中国做什么，中国只是宣布停止采购澳大利亚的几种商品，澳大利亚就已经慌得不行，还何谈制约中国。再来说说印度，在4国中除了美国外，可以说印度是对中国叫得最凶的，但印度自己都是自身难保。目前受新冠疫情影响，印度的经济可以说是已经崩得差不多了。而在军事上，被部署在中印边境的印军还有3万人连防寒服都穿不上，这还是中国暂时没有权力对印度出手。至于日本，日本根本就不敢正面对上中国，跟着美国摇旗呐喊没问题，但是日本自己真正对上中国，日本大概率是不会做的。这样算下来，好像就剩下一个美国了，但现在美国自己都自顾不暇，所以美国才要拉盟友一起对付中国。而且美国制约中国发展也不是1天2天了，中国现在不还是好好的吗？所以先不说美日印澳所谓的亚洲版北约到底能不能组成，即使真的组成，对中国的效果可能也不会有某些人想的那么大。据俄罗斯军事媒体报道，在近日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一次纳卡南部会战中，有4名来自纳卡地区的亚美尼亚战士闯入到敌后方，并且发现了阿塞拜疆军的一个炮兵排。随即这4名亚美尼亚战士发动突袭，将阿塞拜疆这支炮兵排给摧毁，并且亚美尼亚士兵没有1人阵亡。而且在摧毁阿塞拜疆的炮兵排后，4名战士还将一些迫击炮的炮弹以及一些重要的文件资料带回了己方阵营。随后纳卡地区将这4名战士所创造的显赫战绩进行宣传，而亚美尼亚国防部也证实称，这4名士兵都获得了国家最高奖项，并且表彰他们高尚的道德和战斗素质，凭借个人勇气和理想完成复杂的战斗任务。这样的靠几名士兵深入敌后，摧毁数倍敌人或者是重要设施的例子，在过去的战争史中也时有发生。比较著名的就有抗美援朝战场上，我志愿军战士创造的著名奇袭白虎团案例。在朝鲜战场末期，为了推动停战谈判的进行，1953年7月13号，志愿军发动著名的京城战役。当时志愿军副排长杨玉才带领12名侦察班士兵深入敌后，奇袭敌白虎团指挥部，零伤亡的代价击毙包括白虎团团长在内223人。不过进入现代战争后，随着包括无人机在内的新式武器投入战场上以后，这种靠单兵奇袭的案例越来越少，因此这次4名亚美尼亚战士深入后方以少胜多的案例，在现代国家战争中的确已经不常见了，只得大书一番。不过为啥在战场上武器以及军队人数占有优势的阿塞拜疆军队会被4名士兵打得如此狼狈呢？根据亚美尼亚的军事部门报道，最初阿塞拜疆向纳卡北部地区发动袭击，之后逐步进入僵持阶段，而为了打开局面，阿塞拜疆军队开始开辟纳卡南部战场，而亚美尼亚军与纳卡军队也在南部进行防御战。趁着阿塞拜疆军队还未站稳，率先占据了有利位置，因此阿塞拜疆炮兵排就被打个措手不及。很大原因也是因为战场刚刚转移，一来阿军对地形还未熟悉，二来部队部署也没到位，未能及时提供支援。此外，从网上公布的纳卡南部战斗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该地区的地形并不平坦，而且灌木丛生，并不适合装甲部队大规模进军，反而有利于单兵部队潜入作战。
根据报道，受制于地形，阿塞拜疆军队多用炮兵对亚美尼亚阵地发动炮击，不过炮声反而能掩护亚美尼亚士兵的踪迹，并且还会暴露阿塞拜疆军营位置。当然，最重要的一点，这4名亚美尼亚士兵也足够勇敢，这是创造奇迹的必要条件。根据《自由时报》的报道称，在11月3号，美国国防部已经批准对台售4架 MQ-9B 无人机，跟随无人机一起销售的还有2个无人机地面控制站台，以及12个惯性导航系统，以及该系统的2个备援系统等等硬件设施。此外，美国这次还配套给予了专业的人员使用培训，以及后勤维修和技术服务等等军售内容。据悉，此次对台售武的总价值在6亿美元左右。那么将要售台的这款无人机到底是什么来头呢？据悉，这款无人机还有另一个绰号叫死神，而且这款无人机还参与了今年年初斩首伊朗将军的行动，将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炸死在巴格达机场，引发全球轰动。此次美军要将这款无人机售台，目的绝不简单。MQ-9死神无人机是一款先进无人机，具备执行情报、监视与侦察任务的能力，并且装备有6个武器挂架，并最多可携带500磅的炸弹。该机的最大飞行速度可以达到460公里每小时，并且在空载的情况下，其最高的飞行高度可达15公里。而在满载炸弹的情况下，该无人机的最高飞行高度可达9公里。不过，该无人机最大的亮点还是其优秀的续航能力。该无人机的最大续航可达到15个小时。那么，为何此次对岸只购买了4架这款无人机呢？据悉，美军使用这款无人机时，一般都会出动4架这样的无人机，并且这4架无人机将会统筹起来，并由一个地面控制站和大量的机组人员进行统一的全面操作。因此，对岸这次只购买了4架，应该是想先试试手。后续估计，如果美国还卖的话，那么对岸很可能还会继续再加购这类无人机。而死神无人机不仅有高空侦察的作用，还能发动导弹打击，尤其针对地面目标威胁很大。鉴于海峡距离并不远，这些无人机可以作为骑兵来干扰我军指挥所。那么该如何反制呢？实际上，我军对如何防范这种高空无人机也有一套得心应手的方法。我军除了拥有精密火控雷达，在发现目标同时能立即用导弹将其击落，我军在电子干扰武器上也有相当的造诣。而电子干扰武器被认为是对付无人机最有效的手段，甚至能诱导高空无人机降落，从而据为己有。如果对我军贸然使用了无人机，搞不好就当进贡了。据媒体报道，从10月2号开始，为了展示武器解禁后的伊朗空军力量，伊朗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空中表演。伊朗7个空军基地参与其中。尽管伊朗的军机多以老旧机型为主，但被禁运这么久还能拿出这么多飞机，至少在气势上不输。有意思的是，对岸的台媒在报道这些消息时，着重强调伊朗将 F-5E 战机的自制版本闪电战机也派出场。闪电战机就是在 F-5E 战机的基础上加装双垂尾而来，如今已经成为伊朗自制战机的代表。台媒表示，伊朗对 F-5E 战机的逆向工程最有成就，除了闪电战机，伊朗还在 F-5E 战机的基础上改造了天河战机。伊朗的 F-5E 主要来源于上世纪70年代从美国购买的，之后在长达40年武器禁运后，伊朗也一度为缺少战机零件而犯愁，但最终伊朗人自己攻克了战机技术，实现了战机自制。此外，伊朗还声明在武器解禁后将着重于武器出口，而这些自制的战机就是重要的出口对象。而之所以台媒很关注伊朗的 F-5E 战机，也是有原因的。在几天前，对岸一架 F-5E 单座战机在执行任务时突发故障坠海，飞行员却弹射出舱，但还是不治身亡。此事引起了岛内民众的声讨。对岸目前拥有全球最大的 F-5E 战机编队，其战机来源与伊朗一样，同样的美军在上世纪70年代卖的，但不同于伊朗在80年代受到武器禁运，对岸还从美国得到了 F-5E 的生产线，不愁零件更换问题。但即使是这样，依旧疏于维护，最终酿出事故。而伊朗在被封锁的条件下，还能逆向工程打造自己的战机，对岸的战机却因多年失修而闹出人命。伊朗的一场军演竟刺痛岛内网友的心，不少网友评论，对岸长期依赖从美国人那买武器装备，当局还以此为荣，殊不知这导致对岸的军事创造力连伊朗都不如。还有岛内网友借着最近发生的事吐槽称，印度人都不要的货被当成宝，实属悲哀。
恰巧最近有爆料称，美国可能会对台出售至少4架 MQ-9死神无人机。一些对岸媒体在转载后，竟纷纷对美军表达了感谢。而讽刺的是，几乎与此同时，印度宣布将停止此前与美军签订的30架 MQ-9无人机的协议，理由是这些飞机太贵了。当然，对于我们而言，对于美军频繁对台军售的行为，我们一定要拿出坚决的手段来打击。算上这次的 MQ-9，美国已经在短时间内第3次掺和到对台军售上来，而我们也宣布了参与到美国军火商予以打击。可以说，此事的本质还是中美博弈，对岸的想法根本无关痛痒。